近几年客制化键盘的风潮越来越盛行，许多知名的品牌也开始投入这块市场，推出了自家的客制化键盘。与此同时，对岸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，仅需1、2千块台币就能入手一套包含铝壳、多层消音结构的键盘套件。这让我一直很好奇，这些价格相对亲民的套件，在实际使用体验上，真的会与一些高价套件有显著的差异吗？Hey guys， 我是小智，今天你到我组，我要来帮朋友组一把介于未来与复古，同时价格平易近人的客制化键盘维卡 Star 80 V2。首先进入开箱环节，我们这次选择的套件是一款对岸评价相当不错的铝壳套件，它的外盒设计走一个简约路线，没有过多的图案，仅以碳金字样点缀品名，呈现一种低调精致的感觉。抽掉外盒，打开内盒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份说明书以及被保护很好的套件本体。旁边的小盒子里则附带了一条 USB-A to C 的连接线以及拔键拔轴器。接着我们把套件拿出来，这组套件的外壳是采用了铝合金材质，表面经过了阳极氧化处理，触感相当的滑顺细腻。键盘的左上角与右下角设计了透光的区域，使用的 PC 材质来呈现光线的扩散效果。翻到背面可以看到一块带有反水晶纹路的铝合金背板，这种纹路不仅让键盘看起来更有质感，触感也相当的特别，为金属的外壳添加了一丝温润的触感。而中间那块金属名牌的设计巧思，晚点组装后再夹。再来拆开套件，看看内部的结构。这个套件有一个值得称赞的设计，它采用了碰触式快拆结构，这种设计让整体拆装的过程更加的方便，能轻轻松松取下键盘的上盖，对于后续清理键盘或者是想要更换内胆来说都非常的方便。取下上盖后往键盘里面看，可以看到内部的定位板是使用大多人都能接受的 FR4 定位板。在定位板下方就是一组常规的5层消音与 Gaski 结构，在下方的 PCB 板是使用 1.2 单槽设计。特别的地方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 PCB 板单独做一块，拆开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 PCB 怎么自己脱落了。拿开上半套件之后，需要特别注意下方连接底壳的2条灯珠排线与电池排线，操作的时候要非常小心。拔完排线后，把绝缘电与底座棉拿开，在键盘的底部左右两侧各配了一颗4000毫安时的电池，总共8000毫安时大容量。介绍完套件，就来到了轴体与键帽的部分。轴体方面，这是根据朋友的需求，他希望键盘能还原出早期 IBM 那种清脆响亮的声音，因此这次选择了 Gaon 的 G Pro 3.0 轻轴。不过我这次额外准备了另外一款轴体，就是我这次顺便入手的风信子 V2。透过声音与使用的比对，来体验一下两款轴体在同一把套件上的表现。最后就是键帽的部分，这次购入了一套 PPT 材质的复古键帽，因为键盘主人平时会使用到3种语言，所以客制化了3种语言，分别是注音、英文与日文平假名。从收到实物来看，键帽整体的质感以及印刷字符的效果都处理得不错，没有发现明显的瑕疵。键帽本身加上客制化的费用，整体入手的价格约在550元台币。以这个价格能买到一套具有质感与客制化效果都不错的 PPT 键帽，我觉得 CP 值相当之高。所有东西都介绍完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组装环节。刚刚开箱时，我们已经把整个套件都分解开来了，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组装回去。首先就先处理键盘的内胆部分，也就是 PCB、定位板、消音结构等主体，按照顺序把所有东西铺回 PCB 板上，然后装回 FR4 定位板，确认所有都安装到位后，就可以开始安装轴体。我们先把指定一个 Gaon 轻轴安装上去，所有轴体安装完成后，键盘的内胆就告了一个段落。接下来处理外壳的部分，首先将之前拿开的绝缘电与轴座棉平铺到键盘的底壳上，然后拿出前面组好的内胆，连接上3条排线，确认无误后盖上键盘上盖，接着就可以装上这次3语言的客制化键帽了。最后一步将键盘翻转过来，就能揭晓开箱时提到的名牌了。背面的这块金属名牌其实是透过磁吸的方式固定，轻轻往下按名牌的下半部就可以把它取下。取下之后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收纳空间，正好拿来放这把键盘的 2.4G 接收器。这个设计相当实用，能避免接收器遗失。组装完成后，将接收器插入电脑就可以进行心得体验了。
这是我第一次将轻轴装入客制化套件内，但这次也给我了不同于以往的感受。相较于之前普通量产的那种机械键盘上单薄又略微有点嘈杂的声音，经过套件内的消音结构处理后，轻轴的声音从原本让人觉得是杂音的尖锐感，转化成一种能接受的敲击回馈。不过断路轴的声音特性是否能长时间使用，会不会用久了会出现疲劳感，这可能就要长时间还能下定论了。之后或许可以组一把脆脆盘来玩玩。接下来让我们换上另外准备的风信子 V2 来体验一下同一个套件不同轴体会带来怎样子的差异。换上风信子 V2 后，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它的滑顺手感，敲击下去触底的感觉也较为轻柔，同时又带点微强的回弹手感，不算特别的强劲，但也不会感到拖沓。声音方面，它呈现出相对沉稳、略带一点清脆感的声音，这让我想起我第一把使用的逆阳轴，在声音与手感有几分相似，但克数就轻了许多。以从淘宝入手折合台币约600-700元的价格来看，这组风信子 V2 能提供这样子的使用体验，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款轴体。接着两款轴体的稳定性 ，Gaon 作为大厂，轴心的稳定性是让我相当的意外。这款轴体的晃动程度怎么这么大？相较于接近价位的风信子 V2 的表现，它的轴心稳定性相当的好，在实际使用几乎感受不到多余的晃动。这边我要再大推一次这款轴体。都收到了轴体，来聊聊旁边的卫星轴的表现。以我收到的这把键盘为主，它的大键调整相当不错，敲击时没有明显的干湿杂音，但是空白键能感受到左右不平均造成的晃动感。同时，我要拿出一把键盘做对比，就是这把价格接近的 ND75，比它的大键处理的更好一些。虽然这把键盘会晃动，但没有杂音。不过在组装的过程中，我也发现了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碰珠式快拆设计，虽然立意良好，方便拆卸，但实际操作起来，上盖与底盖之间预留的施力点不是那么的好抓。我也拆了好几次，还抓到比较正确的施力点与角度，才能比较顺利的把上盖取下。对于不熟悉的使用者来说，初次拆卸可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，还能抓到正确的技巧。第二个是关于外围灯条的设计，键盘的左上角与右下角的装饰灯条，其灯光控制是与 PCB 主键区的背光是联动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要关闭主键区的背光时，这两条装饰灯条也会跟着一起熄灭，无法独立控制。对于比较喜欢玩灯效、喜欢氛围灯按键分开设定的使用者来说，这一点确实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但回过头来考量它的售价，或许这就是成本与功能之间的取舍。最后来做个总结，就我目前体验而言，或许我没有体验到更高更贵的客制化套件，但就这次的实际感受，与我手边其他价格区间的键盘相比，我暂没有感受到键盘本身的价位对于敲击手感会带来太大的影响。回到 Star80 V2 本身，目前市场上来自对岸的套件，确实能在相对有限的预算内获得不错的组装体验与敲打感受，有着非常高的性价比。尤其它还考量到了 2.4G 接收器的收纳问题，设计也有个专门磁吸收纳仓，我这边再给一个好评。对于一般使用者或者是刚开始接触客制化键盘产生兴趣的朋友来说，这类套件的组装门槛并不高，基本上只要选择喜欢的轴体与键帽，将它们安装上套件就完成组装了，并可以开始使用。有一个相对比较低成本的方式，可以让新手去慢慢接触，感受到不同轴体、键帽搭配出来的声音差异，进而探索对于轴体声音的喜好，更能从中慢慢学习组好整把键盘的过程。以上就是这次的你到我组心得，近期我可能还会再组一把价格定位都高出不少的键盘，也有可能可以同时这两把键盘进行比对一下，或许就能知道差异的所在了。我只能说那一把键盘在某方面已经突破我对于键盘的价值观认知了。对于影片的内容有哪里说错、遗漏或者建议讨论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妨点个喜欢、订阅以及小铃铛，你的订阅与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